我没骗你。对我来说，帮你获得这阵法力量并不难。楚风怕白发女子有心理负担，再度强调道：“那好。”白发女子说话间，便开始按照楚风所说于体内布阵，而楚风也是开始布置阵法。随后，通过他布置的阵法，将岩壁上的阵法力量转入白发女子体内。虽然比之自己获取阵法力量花费的时间是久了一点，可却也真的让白发女子获得了堪比一品真神的力量。因为这阵法力量也有着诸多限制，他们无法使用自己的手段，所以此时楚风三人获得的力量几乎都是一样的，无论是战力还是可使用的攻击手段都是一样的。这就像是故意的一样，故意不让楚风他们有绝对的把握通过，哪怕获取了阵法力量，也要面对风险。走吧，小心一点。楚风飞掠而去，而白云清与白发女子也是紧随其后的跟上。他们三人起初都很谨慎，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一路飞掠，直到穿越深渊，却也没有见到那些妖物出来阻拦。此时，楚风三人已是顺利飞越那看似无边的深渊，来到了深渊的另外一头。落地那一刻，三人同时松了一口气，哪怕冷漠的白发女子也是如此。他们都知道，那深渊内的妖物不好对付，哪怕他们都拥有一品真神的阵法力量，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战胜迷雾中的妖物。没有任何交手，便通过深渊是最好的结果。而这尽头处有着一道高达万米的大门，大门只有一个钥匙孔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破阵之法。很显然，想要打开这道大门，就要寻找到可以解锁的钥匙才行。只是四下观察，这大门四周是光秃秃的岩壁，没有任何像钥匙的东西。忽然，白云清想起了什么，一脸不安地看向楚风：“大哥，那钥匙该不会是在那深渊之中吧？”他们在破第一道门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提示，那提示的内容便是后面会有第一道很难的门封住去路，想要解开此门，需要踏入极其凶险之地。看来那很难的一关便是这里了。楚风也觉得这里便是第一道门上给予线索的地方，而线索中所指的极凶之地，多半便是那迷雾了。本以为已经躲过一劫，不曾想还要深入此劫之中。果然，这最终考核不会那么简单。你们在这等我。楚风说话间便飞掠向深渊，他知道深渊危险，不想白发女子与白云清陷入这种危险，所以想独自一人去寻找钥匙。可楚风刚刚掠入迷雾中，便有两道身影追了上来，分别是白发女子与白云清。楚风还想劝阻，可还不待他开口，白发女子便抢先开口了。既然说好了同降，那便无论面对什么，皆同行。白发女子说话的时候，目视前方，她都没看楚风，可这番话却是直击内心，尽是暖意。我赞同小白姑娘的话。白云清则是咧着大嘴，笑嘻嘻地看着楚风，真是拿你们没办法。楚风摇了摇头，旋即脸上却也露出了一抹笑容。楚风一直以来很少走眼，至少挑朋友这方面还是挺准的，而这一次又证明了他的眼光不错。这两位乃是值得深交的朋友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做好战斗的准备吧。话罢，楚风单手握紧，一把结界长剑便出现在了手中。见状，白云清以及白发女子同样单手握紧，一把与楚风一模一样的结界长剑也是出现在他们手中。这是阵法力量赋予他们的手段，现在他们的战力强弱以及可使用的手段都是一致的，如同师出同门。忽然，怒吼传来，迷雾四散，一只散发绿色气焰的庞然大物钻了出来。仔细一看，是一条长达千米的巨型蜈蚣，它自深渊掠出，直奔楚风他们而来。半神中期，这种妖物，莫说楚风他们有一品真神的力量加持，就算是凭借自身实力，也可轻松解决。只见楚风一剑挥出，结界之力化作的剑气，便将那蜈蚣劈成两半。千米巨妖不堪一击，蜈蚣死后，身躯化作气焰。对此，他们并不意外。这里的一切都是阵法所化，这世界看似真实，其实是假的，而这妖物是假的，自然不足为奇，只能说明此地的布置者实力强大，所以才能将一切都伪造得栩栩如生。只是令他们惊讶的是，四散的气焰很快又相聚，融成一颗珠子。白云清探手一抓，直接将那颗珠子抓到近前，三人一同观看。这颗珠子不过珍珠大小，但却是一个空间世界，世界内青色气焰遮天蔽日，乃是壮观景象。大哥，这是啥呀？白云清不解，像是异象。楚风道：异象，杀了个妖物，给个异象，这是啥意思？白云清更不解了，不管了，继续看。楚风将这颗珠子收好，随后继续飞掠而下。他们接连遇到妖物，而那些妖物的实力也是有强有弱，但每一只妖物被斩杀之后，都会化成一颗珠子，珠子内都是一个空间世界，世界内蕴藏着异象。楚风他们可以看出，实力越强的妖物所化成的珠子，蕴藏的异象便越强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些珠子竟然可以相融，融合之后的大小没变，可其中所蕴藏的异象则是越发凶猛。因楚风等人推断，这异象必有用处。忽然，一只巨大的爪子破开迷雾，向楚风等人冲击而来。发生的太快，楚风三人只能释放出结界之力进行防御，但强大的力道还是将楚风三人同时震退。定睛一看，一个非常恶心的妖物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内，那是一只长达千米的巨型章鱼，但却又像是蜘蛛，因为它身体长满了黑色的毛发。但这不是最恶心的，最恶心的是这只章鱼的身体中长出了一个人类的脑袋，并且是一个小男孩的脑袋。那小男孩闭着眼睛，像是在睡觉。可是这章鱼妖物却从打一现身就杀机毕露，一击没能得逞，便再度出手，巨大的爪子同时舞动，掀起无数道锋刃，向楚风三人袭来。而楚风三人也不甘示弱，立刻发起了反击。这只黑色章鱼所具备的力量也是一品真神，可它的战斗力却是极强，哪怕楚风三人联手，也是耗费了极大的力气，才将这只黑色章鱼斩杀。幸亏白云清与白发女子
也跟过来了。尤其是白发女子，她的战斗技巧非常强横，并没有比楚风弱上太多，给楚风提供了不小的帮助。如若不是他们在，楚风独自一人对付这只章鱼妖物，虽不至于无法击败，但是耗费的时间必然更久。而将这只章鱼妖物斩杀之后，章鱼妖物没有化作蕴藏异象的珠子，而是化作了一只尊不足1米高的水晶雕像。那雕像是一个小男孩，但他的脸却与章鱼妖物身的上的小男孩一模一样，只不过眼前这个小男孩没有了那章鱼妖物的身子，而是人类的身躯，就像是一个正常的小男孩盘坐在那里。他仍是闭着眼睛，像是在沉睡，并且没有穿衣服，且的身上布满了符咒纹路，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符咒纹路是亮着光芒的，但大半部分符咒纹路则是沉睡状态。楚风与白云清都认真观察起来，想通过符咒纹路窥探出这小男孩的雕像预示着什么。他就是钥匙吗？很快，白云清看向楚风，他已经从小男孩身上的符咒纹路中窥探出了一些内容。这个小男孩就是打开那道大门的钥匙，对，他就是钥匙，但却需要用异象珠子来唤醒。他身上的符咒纹路全部亮起的时候，就说明异象足以将他唤醒，唤醒之后他就可以打开那道大门。楚风说道，所以之所以会亮起一部分，是因为我们已经获取了一些异象珠子。白云清问，是。楚风很是确定的道，那这样看的话，那我们所需要的异象还差很多呀，我们分头行动吧。白云清提议道，这深渊很大，而从亮起的部分来推断，想唤醒小男孩所需要的异象珠子的确还需要很多很多，若想快一点凑齐足够将小男孩唤醒的异象珠子，分开行动的确是更好的选择。于是楚风也点了点头，但还是道，小心一点，若是遇到真神境的妖物，最好不要单独出手，我们每隔1个时辰就到那道大门之前集合一次。楚风决定到大门处集合，是他已经发现这迷雾内蕴藏着封锁的力量，他们哪怕彼此身上留下了定位位符，可只要分开到一定的距离，那也将失去对方的联系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特定的时间下一同到大门之前集合。明白。话罢，白云清便转身离去，而白发女子也是离开。至于楚风，则是带着小男孩的雕像，继续对此处妖物的猎杀。之后就按照楚风3人计划的一样，每隔1个时辰就离开迷雾，到大门处会面一次，然后将所有蕴藏异象珠子交给楚风。只是这雕像需要的异象珠子实在太多，哪怕是楚风3人分散行动，不停地进行猎杀，也在第22个时辰之后，才使得那雕像上的符咒亮起了大半。终于在第23个时辰过后，那小男孩雕像彻底亮起，也就预示着他们所得的异象珠子足以唤醒这雕像。只要将他们所有人所得到的异象珠子汇集到一起，然后再将那异象释放，即可唤醒雕像。楚风再度回到大门前，很快白发女子也是出现。当白发女子将她所猎杀的珠子交给楚风时，楚风判断此时那珠子内的异象便已是足够将这钥匙彻底唤醒，但楚风还是决定等白云清回来以后再唤醒那把钥匙。很快白云清便出现了，只是当白云清出现那一刻，楚风与白发女子皆是面容变化，因为白云清身旁还跟着一个人，乃是周东。周东周身也加持着阵法力量，此时的他也散发着一品真神的修为，但最主要的是，此时的白云清不仅被特殊的宝物捆绑无法动弹，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并且还是负伤状态。你怎么会在这？楚风问。楚风，你知道什么是天选之人吗？我周东便是这古界的天选之人，这场最终考核就是为我准备的。周东道。而楚风意识到周东能够这么快追上来，并且还是一个人，他必然是有些其他手段，但现在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白云清现在的确被周东抓住了命脉。你想怎样？楚风问。楚风，你想让你这个兄弟活命吗？想的话就将那把钥匙还有你手中的异象珠子一起交给我。周东说道。楚风看向白发女子，他自然想救白云清，可眼下手中的一切不是他一人所得。白发女子知道楚风什么意思，直接说了3个字，你决定，东西给你。楚风见白发女子应下，便没有任何犹豫，将那钥匙以及蕴藏异象的珠子全部丢了出去，但却进行了掌控，在距离周东一定距离的时候停了下来。他自然不会直接交出去，否则对方不放过白云清，可怎么办？放人。楚风催促道。放心，这家伙的命我并无没兴趣。周东说话间便将白云清丢向了楚风，与此同时飞向钥匙与异象，周东也留了后手，若是楚风现在反悔阻止他拿到那钥匙，白云清也会遭遇不测。楚风洞察到了一切，所以只能任由周东将钥匙与那异象珠子拿走。楚风，我还真是要谢谢你，若不是你们，我可能也没这么容易通过考核。拿到钥匙与异象珠子的周东得意的大笑起来，而此时白云清已是安全落到了楚风手中，所以白发女子二话不说，直接冲向了周东。可面对袭来的白发女子，周东不仅不惧，反而是微微一笑间，其身后竟出现一道传送结界门。他转身踏入传送结界门之后，那结界门也是立刻关闭。怎么会？而见到那传送结界门后，白发女子也是愣在了原地，旋即回头看向楚风，那传送门的气息的确与此地阵法相同，虽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但他的确得到了此地的力量。楚风也是眉头微皱，他原本是猜测周东自身实力强大，不仅缩短了药效，更是一路破开所有机关追到了这里，但是现在来看似乎没那么简单，只是那结界传送门便说明周东掌握着与此地相关的力量，这可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。但楚风知道胡乱猜测无用，于是第一时间解开了封锁束缚住白云清的绳索。白云清恢复自由之后，立刻道：大哥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没有出卖你们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对那钥匙以及异象的事情这么清楚，我信你。楚风相信白云清说的是实话，毕竟周东连此地力量都掌握了，他知晓楚风他们知道的信息，倒也没什么想不通的。就在此时，刺耳的轰鸣响彻开来，很快滔天的气焰覆盖头顶的虚空，那漫天的星辰都被覆盖，强大的异象覆盖了楚风等人所能见的所有范围。开始了，我要去抓他。见状，白发女子便要动身，她咽不下这口气，别去。可是楚风却是立刻开口制止，这异象没有源头的痕迹，你很难找到它的具体位置，况且
他既然能够开启那样的传送结界门，我们也不知道他还具备着怎样的力量，贸然与他交手，并非上策。楚风道：难道就咽下这口气，让他白白捡了便宜？白发女子一脸不甘，她不是自己不甘，而是替楚风感到不甘。她很清楚，能够走到这一步，楚风的功劳最大，白云清次之，而他的功劳其实最小，甚至可以说是被楚风与白云清带着过来的。他早就做好了将这最终考核的奖励拱手相让的准备。可就算让，也是让给楚风与白云清，他可不会让给那周东。有一件事我没有与你们说，那钥匙的确需要意象才能唤醒，但并不限于猎杀妖物所得到的意象。我们将所有意象融合到了一起，是因为我们是盟友，但若是对手的话，便需要竞争。如何竞争？自然是看谁的意象更强。楚风这番话已经道出了他所说的机会在哪，那就是若有更强的意象，是完全可以将那钥匙夺回来的。可是现在去猎杀妖物，明显来不及了呀。白云清道：也许还来得及，但不是去猎杀妖物。楚风说话间便盘坐下，见此情形，白发女子与白云清虽然是一脸的懵，可女王大人却顿时大喜。楚风，难道成了？女王大人问。对，不早不晚，就是现在。楚风说话间便将那龙之内丹拿了出来。楚风早已经领悟突破之法，唯独差那么一些武力，而这龙之内丹淬炼之后所蕴藏的武力，完全可以填补楚风所缺少的武力。只要楚风现在突破，便会引来天雷异象。楚风所引起的异象，何人能比？取出龙之内丹之后，楚风便直接吞服而下。楚风，龙之内丹不可这样炼化。见状，白发女子赶忙开口劝阻：没事，我自有把握。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便闭上眼眸，而没过多久，其周身便有龙影浮现，那正是龙之内丹的气息。看到那龙之虚影，感受到那虚影散发的气息，白发女子的双眼竟然瞪得溜圆，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，因为她知道浮现出这种虚影与气息，乃是说明龙之内丹被炼化了，并且是被彻底炼化。但她从未听闻过有人可以如此快速的将龙之内丹炼化，连图腾龙族的人都做不到，何况一个外人。可偏偏眼下的楚风做到了。他虽早知楚风妖孽，但没想到妖孽至此，唯有龙族之人才能完全炼化的龙之内丹。楚风他凭什么啊？而就在此时，轰鸣阵阵，虚空之上已是雷霆交织，但那不是寻常的雷霆，而是九色神雷。九色神雷已是脱离雷形，化作9只雷霆巨兽，余整在天际之上咆哮嘶吼，他们威势滔天，所向披靡，连虚空都被撕裂开来。而原本遮天蔽日的异象，在这9只雷霆巨兽出现之后，竟然避其锋芒，开始消散。此时此刻，整个天空都被这9只雷霆巨兽所统治。九色神雷，好强的威势，难道是楚风大哥要突破了？见此情形，白云清不由看向楚风，白发女子没有说话，但目光却也是不断的从天际与楚风身上来回切换，美眸之中难掩惊容。好强的异象啊！我从未见过如此强的异象，真的只是突破吗？楚风大哥到底做了什么？白云清又道：是神雷劫。白发女子道：神雷劫，神雷劫我也见过呀，可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。妈的，太可怕了！我感觉这天雷落下，我瞬息之间就要灰飞烟灭。其他异象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压迫感，明知道这只是异象，可还是会害怕。小白姑娘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白云清问。有。白发女子道。她很清楚，白云清此时的表现没有夸张，就连她也是从天际之上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。她也曾经见识过天级血脉的修炼者引来神雷劫，但如白云清所言，的确从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神雷劫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流光飞掠而来，速度之快，白发女子想要拦截，却未能拦到，而那流光直接落在了楚风的身后。定睛一看，白发女子与白云清都是一惊，那是那把钥匙，只不过那个小男孩已经不再是一个雕像，此时的他俨然活了过来，乃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。他围着楚风又蹦又跳，随后竟一屁股坐在了楚风的身旁。他抬头望着虚空，看着虚空上那遮天蔽日的9只雷霆巨兽，他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无比期待的光芒。而很快又有一道身影飞掠而来，乃是周东。只是此时周东的脸色非常不好，是他引来的异象。周东恶狠狠地盯着楚风，不关你的事，滚远点。白发女子冷冷的道，不关我的事，他把那异象珠子给了我，结果自己突破，引来如此异象，将我到手的钥匙抢了过去。你们说不关我的事？他妈的楚风，你跟老子玩阴的，我要你死！周东此话说完，一掌轰出，直奔楚风而去。此掌蕴藏杀意，就是要抹除楚风之性命，找死！见此情形，白发女子同样面露杀意，然而还不待她出手，便有一股光芒屏障将她覆盖。看到那光芒屏障，白发女子顿时一愣，她能感受到那光芒屏障蕴藏着怎样的力量。果不其然，那周东的一掌之力落到那光芒屏障之上，便如同石沉大海，没有掀起一点波浪。白发女子猛然回头，发现被覆盖的不仅是她，楚风以及白云清也都被覆盖当中，是那个小男孩。小男孩依旧抬头望着虚空，面容天真，可那强大的光芒屏障却正是自小男孩的体内散发而出。可是小男孩就是钥匙啊！眼见着这钥匙具有如此力量，并且还主动保护楚风，这让周东更加愤怒。他意念之间便有一道传送结界门打开，他是想通过传送结界门的力量直接传送到楚风身旁。然而他走向传送结界门，却宛如撞到了墙壁一般，那结界门就在他面前，也是开启状态，可他却是无法踏入其中。该死！见此情形，周东更加的不甘，他知道他没机会了，那把钥匙已经认定了楚风。蠢货，你以为你用卑鄙手段就能赢吗？我大哥用实际行动让你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投机取巧没有任何用处。天选之人，我呸！
白云清先是骂骂咧咧，随后更是嘲讽的大笑，而那周东双眼变得血红，杀意更是滔天。只不过此时的他却是无能为力。就在此时，那9只雷霆巨兽汇聚成雷霆光柱，从9天之上劈落而下，没有任何停留，径直地落入楚风体内，就好像楚风是他的归宿一般。这一幕，莫说白发女子与白云清，就连周东的是不由一愣，那可是神雷劫，如此可怕的神雷劫，竟如此简单的就扛了下来。不是抗了下来，连抗都没抗，直接便与楚风融合了，这是何等天赋！而就在这一瞬间，一股从未有过的压迫感忽然涌入他们的灵魂。这一瞬间，他们皆是不寒而栗，汗毛竖起，发自灵魂的感到恐惧。最让他们惊讶的是，那股压迫感正是来自楚风。定睛一看，先前还一脸凶相的周东，此时竟冒出了满头的冷汗。这一瞬间，他们所有人身上加持的阵法力量全部消散，都恢复了到了自己本身的状态。但他怕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因为楚风已是睁开眼眸，而他的气息也不再是武尊。周东的身体已经颤抖了，仔细打量着楚风，再反复确定楚风的修为是一品半神后，他却有些恍惚了。刚刚的那种压迫感是怎么回事？他能够确定，刚刚那可怕的压迫感就是来自楚风，不会有错。可是区一品半神，怎么可能让他畏惧？其实不只是周东，白云清和白发女子看向楚风的眼神也有些不对，他们刚刚同样感受到了周东所感受到的压迫，那种压迫甚至他们从未感受到过。而就在此时，那小男孩则是化作一道流光，冲向了楚风的额头。下一刻，楚风进入了一个无边世界之中，这世界原本漆黑一片，但却能够感受到它极为辽阔。此时楚风的感觉就像是身处于浩瀚星空之中，只不过这里没有一颗星辰，只有无尽的黑暗。可突然间有耀眼的光芒浮现，仔细一看，无比巨大的虚影自远方升起。那是什么？看到那虚影，就连女王大人也是变得紧张起来。那虚影太过巨大了，其身躯比无数世界加在一起还要巨大得多。楚风这区人类身躯，在其面前恐怕连一粒尘埃都谈不上，是真正的渺小不堪。哪怕此物距离楚风明明很远，可楚风也难以看清其全貌。他之巨大，简直超乎想象。他似人非人，楚风看不清他，只能看到大概的轮廓。但在他的身上，楚风感受到了古界的气息，同时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。他可能是楚风迄今为止所面对过最强大的存在。忽然，他抬起无边巨手，对着楚风一指，一道光束飞向楚风，最终化作一团光芒，落在楚风身前。定睛一看，那光芒之中正是那把钥匙，也就是那个小男孩。只不过此时的小男孩早就没了之前的天真浪漫，眼中尽是凶狠。明明外貌没有变化，可是那眼神却看得人不寒而栗。本尊乃古界之祖，古界由本尊所造，此乃本尊一缕力量，你与其相融，方可安然离开。一道仿佛来自世界尽头的声音响起，这声音浑厚有力，却又沧桑无比，仿佛主宰天地万物。这位带给楚风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了，仿佛他就是神。可哪怕如此，楚风也没有言听计从，而是问前辈，我与你这力量相融会有什么好处？楚风之所以这样问，乃是因为楚风从那小男孩的体内感受不到对自己任何有帮助的好处，反而只是感受到了凶险。好处？若无好处，你便不容。那位发出疑问。若无好处，晚辈不想相容。楚风如实说道。忽然，那位笑了，那笑声震动的不是大地，也不是天空，而是整个世界，是楚风所在的无边世界。笑声过后，那位再度开口，但却尽是寒意。若不相容，不仅你死，你之所有亲友也要死，你体内的界灵也要死。威胁你，这古界在搞什么鬼？将你们请过来进行考核，费尽力气通过了考核，结果什么好处没有，反而威胁你。楚风，你就不相容？我倒是要看看他究竟能如何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女王大人怒了，明明他也在这位的身上感受到了恐怖的压迫感，明明他也有一些害怕，可当楚风被威胁的时候，他怒了，他忍不了楚风被如此威胁。没事，不就是与小男孩相容吗？这小男孩这么可爱，多半是有好处的。楚风见状，赶忙安抚淡淡，你确定？女王大人也仔细看了一下那小男孩，就连他也能感受到，那小男孩没有任何好处，反而感受到了浓浓的危险。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颗邪恶的种子，若是融入体内，鬼知道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。此时楚风似乎明白他父亲为何选择退出了，一定更是他的父亲早就察觉到了古界蕴藏着危险，而实际上古界也的确蕴藏着危险。楚风，此物太危险，别相容，也许还有别的方法。女王大人劝道。怕了，你能通过胆量测试，本尊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。那位发出嘲讽的笑声，旋即又道，现在决定，要么相容，要么赴死。话罢，滔天的飓风席卷整个世界，楚风从中感受到了杀意，对方不是开玩笑，他仿佛真的具备抹杀一切的力量。我容。楚风做出了决定。楚风虽不是软柿子，但却也不会白白送死，他要活着，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至少不能死在这里。他自然知道这小男孩很危险，但那是后话，不管有何危险，以后再解决。现在他想要活着，要女王大人活着，也要白发女子与白云清活着。于是楚风直接开始与那小男孩相融。小男孩带着邪恶的微笑以及让人极为不安的感觉，向楚风走了过来，是要走入楚风的体内。下一刻，哪怕是耐力极强的楚风，身体也传来了难以忍受的剧痛，那是一种浑身都被撕裂的痛楚。尽管在这世界内的楚风正在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可在外面来看，楚风只是站着不动了，他们发现不了任何异样。同时，那小男孩所释放的光芒屏障也仍然在，所以白云清与白发女子并没有丝毫对楚风的担忧，反而在回想刚刚从楚风身上所感受到的压迫感。小白姑娘，刚刚你也感受到了吗？我是说，刚刚我大哥体内好像散发出了一股很可怕的气息。白云清暗中问道。虽然只有一瞬，可至今回想起，他仍感觉后怕。白发女子点了点头。小白姑娘，你见多识广，可知那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神雷劫压迫感在与楚风大哥融合的时候并未彻底消散，所以给人的感觉像是楚风大哥散发的压迫，可实际上是神雷劫？白云清问。不是神雷劫，那
那是另一种压迫，就是来自楚风。白发女子很是肯定道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额头之上出现了一道印记，那正是小男孩雕像的印记。此时，久久没有说话的楚风忽然动了，他双手扶住膝盖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仿佛了经历了一场磨难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实际上，是他成功与那小男孩相融所付出的代价。刚刚的楚风仿佛经历灵魂重组的痛苦，也就是楚风换做其他人根本无法承受，轻则陷入昏迷精神受挫，重则疯魔甚至死亡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见状，白云清赶忙搀扶住了楚风。而就在此时，白发女子则是身形一纵，直接飞向周东。紧接着，一声刺耳的轰鸣炸响，是白发女子与周东交战在了一处。原来，当楚风身体恢复自由，额头浮现那小男孩的印记之后，那守护他们的光芒屏障也是消散。周东第一时间发动了攻势，而白发女子也是一直盯着他。几乎在周东出手那一刻，白发女子也是出手了。白发女子直接施展出禁忌玄功，修为从4品半神提升到了6品半神的地步，而周东竟也是4品半神。此时他额头有神字雷纹，周身有雷霆铠甲。周东也是天级血脉拥有者，且在2重血脉力量的加持下，他的修为也是从4品半神提升到了6品半神的地步。白发女子实力很强，但周东也是不弱，二者交战在一处，一时之间胜负难分。让开，我只要夺回属于我的力量，你别逼我。周东一边交手，一边对白发女子怒吼道。而白发女子没有说话，但却一直出手狠辣，她已经动了杀心，就是要除掉周东。强大杀意的支持下，白发女子很快便占据了优势。小白姑娘好强啊！白云清不由在一旁称赞起来。而此时，白云清身旁突然有雷光涌现，她转身观望，顿时面露惊容，是楚风。楚风为了更清楚地观察到白发女子与周东的战况，直接将雷纹、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施展而出，使其修为从1品半神瞬息提升到了4品半神的地步。我擦！雷霆铠甲，楚风大哥，你能在半神境解开雷霆铠甲？白云清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，他也是天级血脉拥有者，他深知在半神境解开雷霆铠甲是一件多么难的事，他甚至从未见过一个小辈能够在半神境解开雷霆铠甲。不仅是半神境，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有人能够施展出雷霆铠甲了。但是楚风做到了。楚风不仅是结界之术的妖孽，在修武方面竟也如此的逆天。可是楚风此时根本没有时间理会白云清，他的目光一直凝视着白发女子与周东的战场。情况不对，很快，楚风心中涌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楚风察觉到周东是故意示弱的，这种情况下多半是在憋着什么大招。白姑娘，你小心，那周东在酝酿手段。楚风暗中传音进行提醒。而此话刚刚说出，那周东的身后雷光萦绕，2道巨大的翅膀自其身后延伸而出，雷霆羽翼。周东竟也在半神境施展出了雷霆羽翼。我擦，他也有雷霆羽翼！白云清彻底傻眼了。在场3个天级血脉拥有者，结果2个可施展雷霆羽翼，只有他不行，这让他很是尴尬。不对，他的雷霆羽翼不对，是用了秘宝和丹药的力量。但很快，白云清发现周东的雷霆铠甲与楚风的有区别。楚风的雷霆羽翼不仅绚丽无比，更是具有强大的压迫感，而周东的雷霆铠甲不仅没有那么绚丽，就连羽翼体积也是小了1圈。最重要的是，并没有提升境界，只是增强了战力。2者对比之下，周东的雷霆铠甲就像是假的一样。根据他的推断，周东必然是借助外力才开发出了雷霆，施展出了雷霆铠甲的力量，但也是因为借助外力，而并非自身顿悟，所以才会造成这种情况。周东，你要不要脸？没那个本事就别显摆，利用外力提升战力，算个什么本事？白云清看穿之后，立刻开口大骂。不仅如此，更是指向了楚风。你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雷霆羽翼？原本周东认真交战，并没注意到楚风。听到白云清这么一说，他才看向楚风，发现楚风的修为已经来到了4品半神。最主要的是，除了雷纹、雷霆铠甲之外，竟然还有雷霆羽翼。那雷霆羽翼是如此的耀眼，的确与他的不一样，让他的雷霆羽翼看起来显得十分拙劣，这让周东也是面露难堪。不仅结界之术不如楚风，手段不如楚风，如今居然连血脉也不如楚风，你们都要死！此时，周东眼中杀意滔天，随后挥动手中的兵刃，数道剑气分别掠向楚风与白云清。不过好在白发女子及时出手，将周东的攻势尽数挡下。多事，周东恶狠狠地看向白发女子，随后便手持兵刃，开始对白发女子发动凶猛的攻势。虽说周卓的雷霆羽翼不能让其修为提升，但战力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白发女子很快不知，数道血痕接连浮现在她的身上，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。继续下去，白发女子必死无疑。眼见白发女子不敌，楚风拿出太古英雄剑，并且紧紧地握住，其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，而白发女子眼中则是出现了犹豫之色。她很不甘于眼前的局面，但似乎又有着某种忌惮。突然间，其眼眸猛然睁大，一种不妙之感席卷心头，她感受到了致命的气息。周东这一击，她将避无可避，死亡离她越来越近。可忽然间，强大的雷霆落在了周东的身上。这一刻，周东发出无比凄厉的惨叫，下意识的便退出了战圈。只是这一击，便直接让周东近乎丧失了战斗之力。白发女子立刻看向楚风，她察觉到那一击是来自楚风。果然，楚风身上以及手中的长剑之上，都散发着与周东身上相同的雷霆。我擦，楚风大哥，你做了什么？白云清难以置信的看着楚风。楚风以4品半神的修为，重创了6品半神的周东。而与此同时，女王大人的声音也是响起：楚风，你疯了！女王大人
发出严厉的斥责。他知道楚风是如何做到的。楚风施展出了9重天雷斩的第2斩，可是楚风明明不能再施展这种手段，这种手段会对楚风造成致命的影响。混账！你给我记住了！周东恶狠狠地盯着楚风，随后身形一转，便踏入传送结界门逃离了。虽然很不甘心，但是被楚风这一击击中，他也是丧失了一战之力，只能就此罢手。楚风什么都没说，但是雷纹、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同时退去。楚风，你怎么了？倒是白发女子反应快，赶忙飞掠而下，搀扶住了楚风。若不是他搀扶，楚风可能会直接摔倒在地。可哪怕如此，楚风手中的太古英雄剑还是脱落而下，他连握住太古英雄剑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反噬吗？此时白云清也是反应过来，赶忙询问。楚风艰难地点了点头，天雷9重斩的反噬越来越快，且越来越强，哪怕楚风也是难以承受。大哥，将这个服下，可缓解反噬之痛。白云清取出一颗丹药递给楚风。白云清先前也遭受了反噬之痛，那个时候他就服用了缓解反噬之痛的丹药，但那丹药并不如眼前这颗珍贵，这颗力量明显更强。白云清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丹药，此时却毫不犹豫地递给了楚风。我这也有。白发女子同样拿出2颗与白云清一模一样的丹药，看到那丹药，白云清不由一愣，似是想说什么，但却并没有说。楚风将3颗丹药服下，周身也是浮现强大的治疗之力。此时楚风看向那道大门，其额头那小男孩雕像的纹路浮现光芒，随后化作一道光柱，射入大门的钥匙孔。很快，那紧闭的大门打开了。大门打开之后，浮现而出的乃是一道结界门。而此时的楚风情况则是变得越来越严重，不妙啊！3颗圣丹都缓解不了，这是要命的反噬。白云清急的身体都有些颤抖，他意识到楚风的情况有多严重。白发女子没有说话，但却也是变得有些木讷了。他没有想到楚风为了救他，竟然用了搏命的手段，先将他带出去。古界也许有疗伤手段。愣了片刻后，白发女子道。于是白云清2人便将楚风进入了结界门，而穿过结界门，楚风3人直接回到了那座广场之上。只是此时的广场之上没有了古界各部落的民众，只剩下了古界首领以及诸多长老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贾成英以及秦书也在这里，但周东却并没有在这里。这楚风怎么了？是要死了吗？见到楚风此时的模样，贾成英大笑起来，而秦书虽然没有说话，脸上却也是露出了幸灾乐祸。白发女子没心情理会这2个跳梁小丑，直接看向古界首领，前辈，快救救楚风！而其实不用他开口，古界首领也已经走向楚风，只不过他没有立刻施救，而是盯着楚风的额头。果然还是楚风少侠，通过了最终考核吗？古界首领问。是，但他施展了某种力量，遭到了反噬，快救他！白发女子催促道。唉。古界首领长叹一声，似乎在遗憾着什么。随后，古界首领拿出一个盒子，那盒子十分精致，本身就是一件至宝。可是盒子打开，里面躺着的却是一块看着很普通的石头。古界首领将那石头拿起，随后其眼眸绽放出奇异的光芒，同时手中的石头也绽放起奇异的光芒，紧接着按在了楚风的额头之上，猛烈一扯，原本已经快要陷入昏迷的楚风，则是发出了凄厉的惨叫。而那石头与楚风额头中间，则是出现了一道光束。古界首领好像是想硬生生的将楚风额头的雕像印记拉扯出来。你在做什么？白发女子察觉到了不对，古界首领不是在帮助楚风，而更像是在做着不好的事。他敢想阻止，一股强大的威压便释放而出，将白发女子以及白云清都控制住，使得他们动弹不得。你在想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是想死吗？白发女子满眼杀意。放开我大哥！我师尊可是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，你敢对我大哥不利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与此同时，白云清也是恶狠狠地威胁起来，而古界首领根本不理会白云清，倒是看了白发女子一眼。小白姑娘，我并不想得罪你，实际上我也很看好楚风小友，但此事关乎我古界命运，我不得不如此做。古界首领说道。原来那大殿内的空白的石碑浮现出了字迹，而那字迹内容便是提示古界，古界将大难临头，若要阻止这场浩劫，需将通过最终考核之人所获得的好处剥离而出。古界首领也不知道这和他古界的浩劫有何关系，但石碑的提示不会出错，所以第一时间便联想到，若是楚风通过最终考核，那么楚风为何会与古界浩劫有关？而他也想到了一种可能。此时古界首领看楚风的眼神都变了，你是他的后人对吗？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？你过来又要做什么？为何要对我古界做不利之事？古界首领凝声问道。其实他早就发现楚风与当年的楚宣言很像，也猜测楚风是楚宣言的后人，但楚宣言当年对古界没做过恶事，反而成功帮助他们祭祖，所以他们对楚宣言也是没有敌意的。但石碑给予这样的提示，便说明楚风是危险之人，站在他们的角度，只能从危险的角度分析楚风，所以便有了楚风来到古界是有阴谋的这种猜测，而这阴谋很可能是当年楚宣言发现了什么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楚风咬牙切齿地说道，他是真的听不懂，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圣殿珠，在此之前对古界根本不了解，还在嘴硬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目的，我将阻止你的恶行。古界首领说话间便继续用力拉扯，真是一群蠢货，一个石碑罢了，给予什么提示你们就相信什么？难道他让你们死，你们也立刻去死吗？可就在此时，一道老者的声音响起，顺声观望，古界众人皆是大惊，那位说话之人乃是楚风在元迈部落所遇到的那位老者元江。你没死？此时莫说古界其他人，就连古界首领都是面露不安。这元江是何等人物？他们这些人再清楚不过，当年这元江的实力便不弱于古界首领，那一战他们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战胜元江，击败元迈部落的。本以为元江已经死了，不曾想他居然还活着。而元江行事缜密，不打没把握的仗，他如今竟敢现身，那多半说明他
他是有备而来。怎么慌了？袁江微微一笑，随后眼中有凶狠之色浮现。只见袁江身形一闪，便消失在原地。而当他再度出现之时，已是来到古界首领的身前。见到袁江靠近，古界首领便要出手，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出手，袁江的威压便横扫开来。白发女子白云清以及楚风还有贾成英、秦书都是安然无恙。可是古界首领古界在场的所有长老都是人仰马翻，落地之时筋骨寸断，鲜血狂喷。在那威压之下，他们皆是身负重创，哪怕古界首领也不例外。此时古界众人面如死灰，袁江的修为竟超越了古界首领，死定了！他们死定了！他们古界的所有人都死定了！忽然，袁江大袖一挥，一道风刃飞掠而出，竟直接斩断了古界首领的一条手臂。随后隔空一抓，那手臂便落在了他的手上。袁江，你想折磨我吗？来吧，我绝不惧你！古界首领对着袁江怒吼道。可谁曾想，袁江不仅没理他，也没有再继续出手。这一幕让他们不解，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他们感到不解。袁江把那断臂掌心的石头取下，随后将那断臂扔掉。原来他的目标不是断臂，而是那块石头。石头到手，袁江看向楚风，小鬼，辛苦你了。袁江诡异一笑，随后面露凶狠，将那块石头放在了楚风的额头之上。紧接着，他便做出了与先前古界首领对楚风所做的一样的事。这一幕莫说旁人，就连楚风也是感到难以置信。本以为袁江出现是来救自己的，可是为何他也要对自己做这种事？楚风根本都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，要遭受如此对待。不仅是他不解，就连古界众人，甚至痛恨楚风的贾成英还有秦书也懵了。他们也都以为那袁江是来救楚风的，但现在来看，并非如此啊！结！就在众人不解之际，一阵古怪的笑声。是周东。周东还是重伤之躯，所以此时的他躺卧在一顶轿子之上，而那抬着轿子的人竟是原麦部落那些装疯卖傻之人。楚风，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天选之人了吗？从一开始你们就已经输了。周东得意地看着楚风。周东，你在干嘛？忽然有人开口。这开口之人竟是贾成英。他们在最终考核的时候，周东的毒药率先解除，随后周东便对贾成英与秦书说，他们两个不配再与其做队友。紧接着，周东做出了一个极为惊人的举动，他打开了一道结界传送门，而后便踏入其中离开了。他们两个本来以为周东是放弃考核，提前离开了，毕竟那道由楚风与白云清联手打开的阵法又再度浮现，若要去追赶，便需要重新破阵才行，显然很难追赶。而当他们恢复自由，却迟迟没有破阵的打算之后，于是便有一道结界门浮现。他们知道那是考核之地，见他们放弃，允许他们离开的意思。果然，当他们踏入结界门，便回到这座广场，但却发现并没有见到周东。那个时候，他们便感觉不对劲了。而现在周东再度出现，不仅负了伤，还被这群人抬了出来，还有这说话的语气都不太对劲，就好像周东与那个击败了古界众人的老头是一伙的。秦书、贾成英，你们别怕，虽说你们两个是庸才了一些，但我会留你们一命。周东回头望向秦书与贾成英，他的态度十分傲慢自负，宛如他是此地主人。周东少爷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开启大门吧。那袁江对周东说道。他此话说完，周东便拖着负伤身躯，从怀中取出一道古老的罗盘，进行催动。原麦部落的人也是开始帮忙，并且为了帮助捉动，他们竟然还动用了自己的血脉之力。而此时的楚风虽仍承受着巨大的痛楚，可是他却渐渐适应，不再像之前那般发出痛苦的哀嚎，反而对于此时的局势进行了分析。原来你勾结的人是清月神殿。楚风对袁江说道。楚风之所以这样说，那是因为小月牙刚刚带着楚风见到袁江的时候，楚风就在袁江所在的山洞中发现了一座传送阵。那传送阵很特别，是可以向古界外传送消息的传送阵。当时楚风便觉得袁江可能与外面的人有联系，但楚风不愿插手古界的事，便也没有多想。而现在楚风几乎能够确定，袁江联系的人便是清月神殿。周东能够在最终考核内开启传送结界门，也必然是袁江给予了周东帮助。的确，这最终考核从一开始就是为周东准备的，也难怪这周东说他是天选之人。但楚风之前并没有想到，袁江居然具备着这么强大的能量，竟可以一己之力镇压古界众人。早就发觉我与外面有联系了吗？是看到了那道阵法吧？那阵法可不容易看穿，你这小鬼还真是聪明，与你那个父亲一样。虽然你不承认，但我还是知道你是他的儿子。袁江笑眯眯地说道。你能有如今成就，从清月神殿那里获得了不少好处吧？楚风问。袁江没有回答，但是他这抹笑容却也间接了承认楚风的猜测。袁江，你竟然勾结外人，你是要背叛我古界吗？此时古界首领也反应过来，不由大声地斥责着，你们这群蠢货，这么多年来世代被封禁于古界之内，没有自由也就算了，就连那祖相每次给出的圣殿珠都要按照其的指示送给外人。我们不仅没有资格使用圣殿珠，甚至连能否存活都要看祖相脸色，需要持续不断的祭祖，是真正的奴才。反正老夫寿命将至，我不想我的后代也继续过这种日子。我要打破那祖相掌控，我要夺取祖相的一切，祖相内的圣殿珠以及力量皆为我所掌控。我会将古界打造成这浩瀚修武界最强大的家族，那个时候你们所有人都会感恩我，也会发自内心的臣服于我。袁江说道。疯了，你是疯了。莫说古界首领，此时古界所有长老都觉得袁江疯了。祖相于他们心中那便是神，打破祖相，这不就等于是挑战神？这不仅仅是背叛古族这么简单了，这更是对神的亵渎。敢战古界，挑战祖相，他们都觉得袁江死定了。一群胆小之人，天生就是做奴隶的命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这楚风额头之上的就是祖相本身。你们以为祖相这么多年来不断的让外人进入古界，真的只是祭祖吗？他就只是想要寻找一个合格的人来进行附体罢了。就连祖相自己也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可你们却甘愿留在此地。袁江说道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古界首领问。胡说八道？你自己想一下，这些考核难道不是有目的性的吧？我告诉你，当年的楚宣言本是合格人选，
但那家伙察觉到了不妙，所以并没有进行考核，提前跑了。而现在这楚风同样是合格的人选，他已经通过考核，得到了祖相的认可，所以被祖相附身于体内，祖相就要跟着他离开这里了。但祖相离开绝对不会带着我们还将要被困在这里，并且没了祖相，我们就只能等死。元江说道：“胡言乱语。”胡说八道！你自己去看看殿内的石碑，那就是祖相给予的提示，是祖相让我们将楚风从考核中所得力量取出来的。他若是要跟随楚风离开，为何还要让我们这样做？那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古界首领发出质疑，而古界其他人也都觉得古界首领说的更有道理。蠢货，你只是被利用罢了。按照他给予的提示进行抽取，只会让楚风更加虚弱，而根本无法将他从楚风体内抽取出来。他让你们那样做，只是帮助他更好地掌控楚风的身体罢了。而你仔细看看我的抽取方法，与你全然不同。我是要趁着祖相与楚风身体争夺掌控权的时候，让祖相本身变得虚弱，等他彻底虚弱止势，再将他从楚风体内抽取出来，这样他将被我掌控，为我所用。从今以后，这祖相就成为我的奴隶。元江说道：“不可能，你大逆不道，你大言不惭，这都是自己猜测的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”古界首领虽然嘴上不承认，但是也有怀疑了，因为元江的抽取方式的确与他不同。若是元江真的有证据，那也许元江说的就是真的。我没有证据，是我猜测的，但我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，我有我的根据，但我没必要与你们解释，因为我有脑子，而你们没有。就是因为你们把祖相当做了神，所以才会被其掌控，不敢有一丝反抗。而我元江会证明，你们一直以来不过都是祖相利用的工具罢了。但我们完全可以掌控祖相，自己掌握一切。元江说道。对于元江这种没有证据的猜测，古界众人自然不信，可是周东却信，于是他眉头紧锁，一脸后怕的看向元前辈，你之前可没有说过，通过考核会被祖相附体？他此时才意识到，若是真的通过考核，那么此时楚风所承受的痛苦，可就是他需要承受的了。可对于周东的质疑，元江却笑了笑：“周东少爷，你想多了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无法通过最终考核。”元江说道。“什么意思？”周东感到不解。“我让你进去，给予你帮助，只是让祖相更加确定楚风才是可以通过考核之人。”元江说道。那你为何不提前告诉我？”周东仍是有些狐疑，毕竟他也只差一点就通过最终考核了，提前告诉你，你就不会拼尽全力，不会给楚风真正的造成困难，也许他便不会通过考核。况且就算是你通过了最终考核，得到了祖相认可，我也不会使用如此极端的方法，我还有其他方法，将祖相从你体内剥离。”元江说道。“此话当真？”周东问。“当然，毕竟我与你父亲可是盟友啊。”元江此话说完，周东脸色才好转了一些，旋即继续催动那古老的罗盘。但其实元江没有说实话，他可没有料到楚风会出现在这里。他原本的计划就是想让周东通过最终考核，然后再牺牲掉周东来夺取祖相的力量，而至于清月神殿便只是他利用的对象罢了。若是能够得到祖相力量，其实他并不忌惮，只是他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楚风，并且楚风还击败了周东，通过了最终考核，这反而可以让他与清月神殿继续合作，可以继续利用清月神殿。想到这里，他眼中光芒更为汹涌，而楚风也更加痛苦。原本已经适应这种痛楚的楚风，再度承受更猛烈的痛楚，本就承受着反噬之苦的他，再度承受这样的伤害，他变得异常虚弱。楚风打开界灵大门，女王大人凝声说道。他感受到了楚风此时的虚弱，他无法忍受楚风被人如此对待。淡淡，没事，这要不了我的命，你听我说，这东西本就危险，让他拿走未必是坏事。楚风虽然很是虚弱，但还是对女王大人进行劝阻。可是女王大人很是担心，放心，我绝对死不了，别忘记我身上还有守护阵法。如果说以前不确定的话，我现在很确定，我感受到它了。楚风说道。你感受到体内有守护阵法？你能确定？你可不要骗我。女王大人道。不骗你，我真的感受到了，那是父亲的气息，是我父亲留下的。楚风没有骗女王大人，因为他现在非常的虚弱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。也是这种情况下，他感受到在他体内有着一道阵法，这阵法也是一道屏障，那道屏障守护了他最后的生命，可以保楚风不死。若是有力量威胁到那道屏障，这屏障便会爆发出极强的力量，而这屏障之上，楚风感受到了自己父亲的气息，这必然就是红袍人所说的守护阵法，也的确是他父亲所留给他的阵法。他的父亲并没有真的置他生死而不顾，还是给他留下了这道保命符。虽然楚风现在很虚弱，意识也变得模糊，但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这守护阵法，所以他坚信这不是幻觉，这是真实的。虽然楚风还有图腾龙族的令牌在身，但是楚风知道这种情况下，图腾龙族的令牌没有用处了，毕竟对方实力在半神之上，并且对方已经赌上了性命，自然不会因为图腾龙族半途而废。所以无论是那图腾龙族令牌的阵法力量，还是图腾龙族的面子，都保不住楚风。若要保命，只有他父亲留给他的守护阵法。淡淡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死，不会有事。如果我真的危及性命，守护阵法也会护我安然。楚风再度强调道，他能感受到淡淡的紧张。好，女王大人虽然答应，但还是不安。而就在此时，周东催动的罗盘释放出一道结界光柱，冲向天际。此结界光柱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道线，可实际上却是极为强大的结界之力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古界首领以及众位长老看到那道结界之力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他知道那结界之力代表着什么，那将开启一道结界大门，大门开启，外面的人都可以进入古界。可是这种力量他们都不曾掌握，为何元江却掌握了？
难道元江真的知道某种他们不知道的秘密不成？感受到了古界众人的震惊，元江面露得意，对古界众人道：“我早说过了，你们不如我也说过，我的猜测是有根据的，见证未来吧。”我愚蠢的同胞们，对于元江的话，古界众人也不知该说什么。元江的确做到了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，而就在古界众人震惊之际，古界之外的众人也同样面色大变。那自大地而起，直冲天际的结界之力，在古界之外也看得清清楚楚。那是什么？莫说旁人，就连苍穹仙宗的夏星辰，美眸之中也是涌现出好奇。是结界门？公孙问天道：“结界门为何会出现结界门？是进入古界的结界门吗？”夏星辰问。其实他也能看出那是结界门，只是这结界门蕴藏着古界的气息。为何古界会突然在考核开始之后开启如此巨大的结界门？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。猛然间，夏星辰将目光投向清月神殿所在的方位，只见清月神殿方向那遮天蔽日青黑气焰正在消退。此时下方的众人也是抬头凝望，不仅仅是苍穹仙宗的人，下方的人也能够看得清楚。而看清之后，所有人都是面露不安，变得紧张起来。当青黑气焰退散之后，清月神殿的全貌也是浮现而出，妖兽、坐骑以及身穿铠甲的清月神殿大军于天际之上整齐而立，而他们人数之多，竟足有亿万大军也就算了。大军最前方的8000人，个个气息不凡。最主要的是，那8000位气息的强者都汇集在一座浮空战船之上，正在催动着一座阵法。那阵法竟然蕴藏着与古界相同的气息。那阵法为何有古界气息？他们到底要做什么？夏星辰、柳眉微微皱起。而就在此时，清月神殿那艘蕴藏阵法的战船宫殿内走出一道身影。当他走出之后，清月神殿的所有人都是施以跪拜大礼。这名男子身高3米，身穿铠甲，身后披着黑色斗篷，一头青色长发更是随风而动。当他出现那一刻，这天地气息都被其所搅动，空气之中弥漫着强大的压迫感。看到此人，就连公孙问天也是面色凝重，而下方众人更是脸色巨变，哪怕单道仙宗的莫无香也是变得紧张起来。清月神殿殿主，他竟然来了！公孙问天见到清月神殿殿主，赶忙飞掠而出，来到了外面。见状，夏星辰也跟了过去。苍穹仙宗所有顶尖强者都是整齐的站在了公孙问天身后。公孙问天，莫慌，本座今日来此为的是古界，只要你们不插手，本座保你们在古界内的小辈安然归来。清月神殿殿主说话的时候，甚至都没有回头，连看都没看公孙问天。清月殿主，我希望你能说话算话。公孙问天道：“放心，我向来说话算话。”清月神殿殿主此话说完，再度开口：“单道仙宗的那个小辈也会安然出来，多谢。”莫无相竟对着清月神殿殿主施以一礼，但没有人觉得他丢人。天上那位可是清月神殿殿主啊！这种人物除了公孙问天之外，他们在场之中没人是其对手，而他竟然主动对莫无香说会让单道仙宗天才出来，这可谓是给足了面子。就算正邪不两立，可也当谢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攻打古界吗？夺取他们的财富吗？夏星辰问道。这便不关你们的事了，本座将你们的小辈送出来，你们便离开吧。记住，若干坏本座好事。话到此处，清月神殿殿主的嘴角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，只是这抹笑容给人的感觉却是如此的阴森，如此的恐怖。他后面没有再说什么，可只是这抹恐怖的笑容就让所有人明白他的意思。此时有胆小之人已经开始动身离开此地，他们都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，他们都不想被牵连。而见有人安然离开，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。他们动身晚不是因为想看热闹，而是他们很清楚，有些热闹可以看，有些热闹不该看。之所以没有立即动身，是害怕遭受不测。而眼见着有人已经安然离开，他们也可以放心离开。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去。转眼间，人满为患的这片天地便只剩下了清月神殿、苍穹仙宗以及丹道仙宗3个庞然大物的人马还留在此地，其余势力的各方人马都离开了这里。也就是这个世界被封锁了，否则人们甚至会选择第一时间离开这个世界。清月神殿殿主现身，古界大门开启，所有人都知道将有大事发生，并且是很不妙的大事，他们是一刻都不想多留了。忽然，那清月神殿战船上的阵法之内释放出了强大力量，径直的涌入了那道自古界延伸而出的结界之力之中。结界之力太过强大，天地都随之剧烈颤动，在这颤动之下，天空之上有结界云层浮现，强大的波动竟然引出了异象，异象交加，天地震动之际，那本是一条贯穿天地之长线的结界之力随之打开，很快便化作了一道贯穿天地的结界大门。清月神殿听令，随本坐入古界。话罢，清月神殿殿主便催动战船，率领清月神殿亿万大军掠向那结界门。见状，夏星辰也想动身，他是想进去一探究竟，可他还未动身，一只手便抓住了他。是公孙问天，这件事不要管。公孙问天道。可是夏星辰还是想去看一看，老夫有伤在身，没把握胜过清月神殿殿主。公孙问天道。听闻此话，夏星辰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清月神殿殿主的做事风格，他也有所耳闻。刚刚对方的话绝对不是吓唬人那么简单，他本不想让清月神殿为非作歹，残害古界，尤其是不想让对方在他苍穹仙宗面前这样做。可若是公孙问天没有把握胜过清月神殿殿主，那他知道这件事他也是有心无力了，总不能因为他的正义之心便让苍穹仙宗在场的这么多弟兄陪葬吧。而相比于外面的人，古界之内的众人可就是另外一副表情了。在他们这一边，能够清楚地看到清月神殿的亿万大军催动着几万米的战船，驾驭着1000米的妖兽，正浩浩荡荡地从那结界门内进入他古界。这是入侵。元江，你竟真的背叛我古界，你罪该万死！古界首领杀意滔天，咆哮着便站起身来，明知不敌，可却也要与元江鱼死网破。然而
他刚刚起身，便如同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，是一把利剑从天而降，那利剑如钉子一般，将古界首领钉在了地上。不想死的就别乱动。一道声音也是自天际之上传来，原来这一次出手的不是元江，而是清月神殿殿主东儿。清月神殿殿主压制住古界首领后，看向了周东，而周东也是拖着重伤之躯御空而起，来到了清月神殿殿主身旁。父亲大人，我们成功了。周东脸上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，辛苦你了，东儿。是谁伤了你？清月神殿殿主问。是那个家伙。周东将手指向了楚风。清月殿主将目光投去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杀了伤害周东之人。可是看到楚风此时的惨状之后，他知道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。于是清月神殿殿主看向元江，元江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古界祖相力量在这小子身体里，我在想办法虚弱那祖相的力量，从而掌控祖相。只要我掌控祖相，自可打开藏有圣殿珠的宝库。元江说道。那小子好像快撑不住了。清月神殿殿主看着楚风说道。没事，死了也无妨。不过说起来，这小子还真是能抗。元江讽刺的笑道。此时的楚风双眼已经闭上了，他已经昏死了过去，仅剩下一口气还在。就在此时，一股传送之力出现，覆盖住了白发女子。见状，清月神殿殿主立刻释放出青黑色的气焰，贯穿天地，封锁住了那巨大的结界门。他意识到是有人想将白发女子救走，所以才封住结界门。可就在此时，金龙遮天，龙吼不断。清月殿主，你想对古界做什么？我不管，但你敢伤他，我图腾龙族绝不罢休。此时，一道女子声音自结界门的方向传来，那正是白发女子姑姑的声音。她是图腾龙族的人。清月殿主看向周东，我不知道啊。周东摇了摇头，他的确不知道白发女子是图腾龙族的人。清月神殿殿主皱了皱眉，有些犹豫，但还是收回了封锁结界门的青黑气焰。劳烦告诉图腾龙族族长一声，我清月神殿此行只为古界，并无得罪图腾龙族之意。清月神殿殿主此话说完，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而白发女子周身的传送之力则是再度运转，姑姑救楚风。白发女子则是声嘶力竭的大喊起来，只是她的呼喊也没有得到回应。当传送之力彻底将她覆盖之后，便立刻消失，人白发女子的身影也是随之消失了。父亲，我与此女的确也有过节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图腾龙族的人。周东赶忙解释，他清楚图腾龙族的分量，害怕得罪图腾龙族，更害怕他父亲责怪他。不用担心，本座已经给了图腾龙族面子，况且做完此事我们就会离开，他们就算找麻烦也来不及。清月殿主说道。父亲大人，那楚风身旁的叫白云清，他说他是图腾龙族克钦大长老的弟子，但此子是楚风狗腿子，我不想白白放走。周东说道。克钦大长老又不是图腾龙族的族人，无惧。不过话到此处，清月神殿殿主看向白云清，小鬼，你得罪了我儿子对吗？你磕头认错，若是足够诚心，看在你师尊面子上，本座可以考虑饶你一命，我可以跪地求饶，但你们要放过我大哥。白云清道。你大哥？清月殿主微微一愣，父亲，是那楚风，这个蠢货认那楚风为大哥了。周东赶忙说道。那楚风伤了我儿子，他必须死。清月殿主说道。那你儿子没资格让我跪，要杀要剐随便。白云清倔强的道。倒是有骨气。清月殿主冷冷一笑，旋即看向周东，这小子就交给你处置。多谢父亲。听闻此话，周东面露喜色，他知道楚风活不成了，白发女子又被救走了，他想要泄愤，便只能冲着白云清，但他倒是不急着动手，他要等身体恢复之后，亲手折磨白云清，慢慢的折磨白云清。周东，你说过放过我们的。此时，秦书与贾成英同时开口，他们站在地上，皆难掩胆怯之色。怎么怕了？周东笑眯眯的道。听闻此话，秦书与贾成英神色越加难堪，怎么能不怕？这来的可是清月神殿的全部大军啊，就连清月神殿殿主都来了，莫说贾成英，就连秦书也怕了。周东，我之前不知道你是清月殿主之子，若之前说话有得罪之处，还望见谅。秦书赶忙说好话。周东，不，是少殿主，我们好歹也是队友，你就行行好，放过我吧。贾东奇则是表现得更加卑微。见此情形，周东面露得意笑容，他很喜欢这种感觉，但他知道能不能放过这两位，还要看他的父亲，于是看向了清月神殿殿主。父亲。清月神殿殿主则是挥了挥手，两位小友，走吧，你们的家人在外面等你们呢。多谢前辈。听闻此话，秦书与贾成英哪敢犹豫，赶忙御空而起，从那结界大门飞掠而出。而看着两位出身不凡的少爷如此狼狈的模样，清月神殿的一些人也是讽刺的大笑起来。名门正派，不过也是贪生怕死之辈。外面莫无香见到贾成英安然走出之后，暗中传音询问了一些情况，得知古界内的事情之后，也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立刻带着丹道仙宗大军离开此地。而与此同时，公孙问天也是对秦书询问了情况，果然是冲着古界来的。这群畜生！夏星辰面露不甘，公孙大人，我们怎么办？秦书则是看向公孙问天，这件事我们还是不要插手，走吧，回宗门。公孙问天此话说完，便率领苍穹仙宗大军直奔天际而去。只见其一掌轰出，那封锁这座世界的结界便被其轰碎开来。他直接率领苍穹仙宗大军离开此地。见那封锁结界破损，许多传送阵法也是运转起来。所有人见识到了清月神殿的势力，都是借着这个机会赶忙逃离这个世界。而此时古界之内，元江脸上露出一抹笑容，差不多了，可以抽离了。话到此处，元江双眼以及手上的石头都绽放出了强大的力量，
随后用力拉扯。此时，原本陷入昏迷的楚风浑身都开始抽搐起来，元浆抽离的仿佛不只是那印记，而是楚风的生命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整个人显现出了从未有过的虚弱状态。好家伙，不愧是被祖相选中的人，还真是难以抽离。元浆已经感受到难度，于是再度加强了力量，这使得原本抽搐的楚风彻底没了动静，而他的生命气息也几乎要彻底耗尽，就快要到了最后的极限。此时，楚风的界灵空间之内不仅变得无比的黑暗，更是剧烈摇晃，摇摇欲坠，仿佛这界灵空间随时都会崩塌。楚风，你怎么样？楚风，你说话呀！快给本女王说话！你这混蛋，不是说过你会没事的吗？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女王大人不断地呼唤着楚风的名字，她的嗓子竟然都有些哑了，因为她已经呼唤好久了，但始终没有任何动静。此时，女王大人的眼眶都红了，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着，绝美的脸颊之上更是涌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慌乱。忽然，她停了下来，她不再呼唤楚风，可美眸内的光芒却闪烁不定，似是在做着艰难的决定。终于，她不定的目光变得坚定，她先是长舒一口气，随后闭上了眼睛，紧接着，她从自己身上的羽毛裙摆上摘下了一片黑色羽毛，她将黑色羽毛放在双掌之中，奇异的光芒也从双掌缝隙渗透而出。她将手掌打开，小心翼翼地将那片黑色羽毛放在了地上。楚风，你可不要怪本女王啊，我实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，如果非要有一个人死，那便让我先吧。女王大人的语气极其温柔，是从未有过的温柔，只是可惜这些话楚风却根本听不到，但女王大人也不介意楚风是否听到。她缓缓起身，再度深吸了一口气，此时她的周身已经开始渗透出黑色的气焰。忽然，女王大人的眼眸猛然睁开，这一刻，她的眼眸变得漆黑无比，没有了之前的美，有的只是无尽的黑暗。下一刻，其长发四散，裙摆舞动，滔天的黑色气焰自其体内喷涌而出，瞬息之间便席卷了整个界灵空间。与此同时，界灵空间之外，楚风的头顶之上忽然出现了一道漆黑的裂痕。那是什么？那裂痕出现的一刻，所有人都是立刻望去，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可怕气息。那气息之可怕，让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到恐惧，宛如来自地狱。只见那裂痕越来越大，而众人的内心也是越发慌乱。是界灵大门，但是又好像不是界灵大门，那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就连清月店主也是目露不安，而周东更是躲在清月店主身后，他没了之前的狂妄，浑身在不住的颤抖，像是受到了惊吓的孩子一般。哪怕是元浆，也是停止了对楚风那力量的拉扯，他们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，于是竟御空而起，来到了清月店主的身旁。突然，那黑色裂缝之中喷涌出磅礴的黑色气焰，气焰之磅礴，宛如火山喷发，直冲天际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能够看到磅礴的黑焰冲击天际之时，又有两只黑色的大手从裂缝之中伸出，两只气焰大手，每只都长达万米，分别抓住裂缝的两端，正在用力拉扯。这一刻，大地崩裂，无数裂痕蔓延，就连虚空也开始出现无数裂痕，仿佛世界末日已然降临。妈的，那到底是什么？见此一幕，哪怕杀人无数，自认为是邪门歪道的清月神殿中强者，也是开始瑟瑟发抖，连声音都充斥着他们此时的恐惧。他们见过无数妖物，经过无数遗迹，但还从未感受到如此可怕的气息。伴随那裂缝越来越大，更多的黑色气焰喷涌各处，视线所及之处都被那黑色气焰所覆盖，宛如这方世界都被这黑色气焰所主宰。而在那黑色气焰的簇拥之下，一道少女的身影缓缓走出，她绝美无比，仿佛时间再也见不到这样的脸庞，可却没有一个人有心情去欣赏她的美貌。莫说旁人，就连清月神殿店主的身躯也是无法自控的颤抖起来。他们都知道，那可怕的气息正是来自于那名绝美的少女，尤其是那双眼眸竟不停漆黑，且不断升腾着黑色的气焰，更是让人不敢直视。是她！在众人惊恐不已之际，白云清却认出这正是楚风的界灵。女王大人，只是此时的女王大人可比她见到的时候要恐怖得多，哪怕修罗界灵她见过无数，可却也从没有一只能够散发出如此可怕的压迫感。而在众人注视她的同时，女王大人的目光却看着下方的楚风，看着那如此虚弱的楚风，她浑身不住的颤抖，可滔天的杀意却从那较小的身躯不断溢出。猛然间，女王大人看向清月神殿身旁的元浆，愤怒的咆哮声也随之响彻天际：你们皆该死！话落，那滔天的黑色气焰化作无数只利爪，向清月神殿的大军以及元浆冲击而去，全部到本座身后。见状，清月店主赶忙高喝一声，随后双掌合并，周身武力涌动之下，磅礴的青黑气焰自其体内喷涌而出，以封锁天地之姿，向女王大人释放的黑焰利爪冲击而去。与此同时，那元浆也是丢出一物，此物光芒流转，化作高达数万米的金色盾牌，横在虚空之上，盾牌仍在快速扩大，宛如一道将天地分割两端的墙壁，拦在了他们身前。青黑气焰恐怖无比，黑色盾牌看似坚不可摧，一攻一守简直无懈可击。然而，当那黑色气焰化作的利爪袭来之后，那青黑气焰竟被瞬息蚕食，而那盾牌宛如玻璃一般瞬息碎裂，除了减缓了黑焰利爪的攻势，没有任何作用，看似无懈可击，实则不堪一击。这他娘的是什么怪物？眼见阻挡不了，清月店主周身都燃烧起青黑气焰，只得带着元浆以及亿万大军向远处飞掠而去。而那元浆则是不断的丢出金色盾牌，虽然那金色盾牌挡不住女王大人的攻势，但却可以减缓女王大人的攻势。见到这一幕，下方的古界首领以及白云清都是感觉难以置信，尤其是白云清，虽说他修为很弱，可却也能发现女王大人占据了上风，清月店主他们正在落荒而逃，而他是见识过女王大人的实力的，明明只是一品半神，怎么此时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？那可是清月店主啊，虽不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的一批人，但距离也是不太远了。这种人哪怕
天河之主，非必要时刻也不愿得罪。至于那元江，给人的感觉也是很强，可以说是不弱于清月店主的。可就是这样两位存在，却被一只原本只有一品半神境的戒灵打得落荒而逃。这也就是他亲眼见到了，不然若是听闻，他都绝对不会相信，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可偏偏眼下正在发生。不对，白云清看向女王大人，察觉到了不对。女王大人依旧杀意滔天，宛如魔神临世，可是她的嘴角却有血液流出，并且越来越多。她在搏命。白云清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对，可仍感到震惊。就算搏命，也不该爆发出如此力量才对，这简直比楚风还要逆天。忽然，女王大人身后出现一道无比巨大的虚影，那虚影很是诡异，似神似魔。但这虚影出现之后，女王大人的力量无疑更强了。很快，那黑色气焰化作的利爪便追上了清月神殿的亿万大军，利爪瞬息洞穿了亿万人的身躯，就连元江与清月店主这等强者也未能幸免于难。这一刻惨叫连连，那些被黑色利爪洞穿之人都在奋力的挣扎哀嚎着，他们的鼻子、眼睛、嘴巴、耳朵都开始渗透出黑色气焰，很快连皮肤也渗透出黑色气焰，而伴随黑色气焰的由他们体内升腾，他们的身躯也是开始分裂瓦解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清月店主极力护住身旁的周东，可实际上哪怕是他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他知道他活不成了，不仅是他清月神殿所有人都将死在这恶魔的利爪之下。但是就在他们觉得必死无疑之际，忽然那黑色气焰消散了，一瞬间，那恐怖的黑色气焰从他们所有人的体内消失了。虽然损伤惨重，但大多数人只是丧失了战斗之力，却都还活着。而清月店主以及元江，还有清月神殿的顶尖强者，还仍是战力尚存，只是明明就要被抹杀，怎么又停止了？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人不解。可当他们看向女王大人，他们瞬间明白了，女王大人已经从高空之中跌落而下，摔落在了地上。他们观望的时候，刚好摔落于地，尽管在努力站起，可却连站起的力气都没有，已经完全丧失了一战之力。而他周身还散发着黑色的气焰，只是此时这黑色气焰没有了之前恐怖的压迫感，反而给人的感觉竟是虚弱。这妖女，我他妈宰了你！元江怒吼一声，便想要趁着女王大人虚弱之际除掉女王大人。可就在其将要出手之际，清月店主却拦住了他。他大限已至，刚才的手段虽然逆天，但应该是耗费生命才换来的代价。但能以如此弱小的修为换取那样的力量，他之天赋简直不可想象。与其直接杀了他，还不如这样看着他死。毕竟能看着这种人物死，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清月店主讽刺的道。此时元江认真观察，也是确定女王大人的确没了危险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并且此时的他也能够分辨出女王大人的身份，原来是一只修罗戒灵，是那楚风的修罗戒灵吧？居然能在主人没意识的情况下自行开启戒灵大门，我的确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戒灵。这楚风能收服如此戒灵，足以见得他之力奥德。还好今日他们都将陨落于此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说的对，能慢慢的看着他们死，也是我们之幸。眼见着两个如此厉害的天才人物都将陨落在他们面前，元江的脸上也是浮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楚风的天赋他已经有所见识，能够通过那等考核得到祖相之认可，这足以证明楚风的厉害。至于这只修罗戒灵所展现的实力更为直接，哪怕其力量能够再延长那么一小会，他元江以及清月神殿的所有人都将死在其手中。他知道无论是楚风还是这只戒灵，只要正常成长，终有一日会达到他们无法企及的地步。可就是具有如此潜力的存在，却被他们所扼杀，这是他们可以吹一辈子的事。不仅是他，这让在场的清月神殿众人也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为之暗爽。于是所有人都那样盯着女王大人，看着女王大人自生自灭，直至死亡。甚至有嘴贱的人开始嘲讽女王大人：喂，妖女，你那可怕的气势呢？拿出来啊！还以为你多么了得，原来只是厉害这么一小会。那个家伙是你男人吗？你要为他这么拼命？各种辱骂的声音响彻不断，女王大人连回应的力气都没有。可忽然一道道针对清月神殿的骂声接连响起：闭嘴，你们这群废物！清月神殿一群狗屁！老子可是看到你们刚刚被这个小姑娘吓得屁滚尿流的模样了，你们现在狂个屁！你们也配？你们要不要脸？丢不丢人啊？呸！是白云清，他看不惯清月神殿这群小人嘴脸，所以开口辱骂。没错，白云清少侠说的极为在理。清月神殿自认为是魔教势力，无法无天，可在那姑娘面前却都被吓破了胆。原来世人眼中的可怕妖魔，也不过是欺软怕硬之人罢了。紧接着，古界首领的声音也随之响起，而当他开口之后，一阵哄笑之声也立刻传来，是古界的那些长老们。他们知道元江不杀他们，是希望他们能够臣服于元江，若是他们愿意，他们都可以活灭。可他们对古界忠心耿耿，自然不会臣服一个叛徒。他们也都做好了赴死的决心，既然已然决定赴死，那便无所畏惧，就算死也要让清月神殿的人以及他古界的叛徒不痛快一下，逞口舌之快。那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撑多久。元江冷冷一笑，随后大袖一挥，滔天武力覆盖虚空，而那武力化作无数利剑，如箭雨一般从天而降。剑雨落下，分别插入了古界众人以及白云清的身上。那可不是寻常的利剑，是蕴藏黑色火焰的利剑。此剑入体，火焰燃烧，将带来无边痛楚。这一刻，古界众位长老都是痛得哀嚎连连，而白云清紧咬牙关，想要支撑，可奈何修为太弱，很快便支撑不住，在狂吐鲜血之后昏死了过去。此时唯一没有昏迷，也没有发出哀嚎的，便是古界首领。我身为古界人，死为古界鬼。元江，我在下面等你，我要看你这个叛徒如何面对列祖列宗。古界首领抬头对元江说道：还敢能嘴硬？元江面露杀意，说话间便要再度出手，可忽然他动作僵住了，他没有继续出手，而是将目光投向女王大人。不仅是他，清月殿主以及清月神殿的所有人都再度将目光投向女王大人，他们的脸上开始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原来女王大人
那绝美的容颜，近乎完美的身躯正在变得模糊。黑色气焰与其身体翻腾，很快将其身体彻底吞噬，而后又开始四散。女王大人的生命气息也随着这四下飘散的黑色气焰而快速的消散。他们知道女王大人撑不下去了，此时便是她死亡的时刻，而他们都要见证这本可以成为极为可怕存在的戒灵死去的时刻。可就在女王大人化作的黑色气焰已经向四面八方飘向很远，即将彻底消散之际，那黑色气焰停止了飘散，不仅停止飘散，竟然开始向回飞掠而去，飘向了女王大人刚刚所在的位置。最终，那由女王大人肉身而化作的黑色气焰开始相融，最终融成了一团黑色气焰，凝聚在了一起。而女王大人原本消散的生命气息也在那一刻稳住了。而紧接着，那团黑色气焰开始向下飘落，最终一只洁白且稚嫩的小手将那团黑色气焰接住了。那是这一刻，所有人都为之一愣，无论是清月神殿众人还是古界众人，表情都是变得复杂起来。但表情最为精彩的则属元江，那稚嫩小手的主人，古界之人都认得是小月牙。而小月牙是谁？那是元江毒害了其父母，将其从小放在身边，从小抚养长大，当作未来接班人培养的弟子。可是此时小月牙就站在那里，模样没有任何变化。可看着这从小抚养长大的小月牙，元江却有着一种陌生感。忽然，滔天的青黑气焰如同气焰猛兽向小月牙冲击而去，是清月店主出手了。他不认识小月牙，但他察觉到小月牙是要救那只可怕的戒灵，所以他不管对方是谁，直接出手抹杀。可那滔天气焰却在即将击中小月牙的时候立刻四散开来。怎么会？这一幕让所有人大为吃惊，尤其是元江以及古界众人。清月神殿的人不认得小月牙，可是他们认得，在他们眼中小月牙就只是一个小娃娃而已，但他怎能抵挡得住清月神殿那种级别高手的攻势？就在他们不解之际，小月牙则是扬起小脸看向清月店主，你很没礼貌哦，没礼貌的人是要遭受惩罚的呢。小月牙看向清月店主，说话的时候天真无邪，可此话说完，他的嘴角扬起一抹无比邪恶的笑容，话落，他眼眸以及额头上的古界符号同时闪烁奇异光芒。紧接着，清月店主竟发出了无比凄厉的惨叫。人们起初不解，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自清月店主体内释放出了一道道气焰，那气焰正由内而外蚕食着清月店主的身躯，这带给了清月店主难以承受的痛苦。可尽管其奋力挣扎，却根本无法摆脱那气焰。那是，而看到那股气焰，再看小女孩额头上亮起的古界二字，元江以及古界首领等众人都意识到了一件极为利奥德的事情：杀了他。此时，清月神殿的诸多强者同时对小女孩发动了攻势，但无一例外，他们的攻势都在即将靠近小女孩之前便消散开来。不管是怎样的手段，却根本就无法真的接近小女孩。而紧接着，清月神殿的所有人都发出了凄厉的惨叫，无一例外，他们的身上都没有任何征兆的，便出现了与清月店主身上同样的气焰。那气焰开始蚕食他们的身躯，蚕食他们的骨骼，蚕食他们的血液，甚至蚕食他们的本源。你古界怎么有这种怪物？清月店主看向元江，可此时的元江宛如石化了一般，一动不动，唯有苍老的身躯不住的颤抖。这让清月店主意识到，此时的元江已经没有了用处，而他清月神殿也是大难临头，多半是要栽在这个小妖女的手中。于是他看向了周东，东儿，活下去。话落，清月店主捏动法诀，周东身上出现了传送之力，要保后代。小月牙看到了这一幕，但他并没有阻拦，而是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，直到周东跟随传送之力一同离开此地后，小月牙的目光则是彻底转冷。此时她还是小女孩的模样，可是她的目光、她的神态以及说话的语气都变了，就像是一个历经无数岁月之人。一群拥趸也敢闯我古界？小月牙话音落下，便听到无数爆炸声于空中响起，清月神殿众人纷纷爆体而亡，就连清月店主也未能逃脱，只有无数沾染着鲜血的盔甲、衣服、兵刃从高空飞落而下。而只见小月牙手掌摊开，清月神殿亿万大军所有遗留之物都是落入其掌中，直接被吸入掌心之内。解决掉清月神殿大军后，小月牙则是看向了女王大人化作的那团黑色气焰，他左手托着黑色气焰，右手再度打开，竟有一颗黑色的珠子浮现。那珠子出现之后，大地都微微颤动，虚空之中更是产生了奇妙的异动。这是一颗散发着修罗之力的宝物，哪怕是古界众人也能意识到那珠子的不简单，那绝对是无价之宝。小丫头，你可不能死，至少现在不能死，我能不能离开这里，还要靠你的男人呢。小月牙微微一笑，随后小手握紧，将那颗黑色珠子捏成粉碎。只见其手掌摆动，那珠子化作的粉末便融入了女王大人化作的黑色气焰之中。原本飘忽不定的黑色气焰，在那珠子的力量融入之后，便立刻稳定了下来。拜见先祖大人。忽然，一道整齐的声音响起，是古界首领率领古界众长老整齐地跪在了小月牙面前。小月牙的手段他们已经见识过了，刚刚抹杀清月神殿以万大军的手段，乃是他们古界无人可以掌握的手段，而能够让额头的古界二字亮起，那更是需要拥有极强的血脉之力。再推断小月牙的年龄，他们已经知道小月牙才是古界先祖转世。起来吧，虽然平庸是平庸了一些，但好在对古界还算忠诚。话到此处，小月牙抬头看向了元江，这个抚养了他5年的人，但此时小月牙的眼中却没有一丝情感，只有冷漠。所以那提示是你给我的？元江问。是啊。小月牙道，你为何引导我背叛古族？元江又问。本来将你视为我的左膀右臂，但早就看穿你有叛族之心，所以试探一下。话到此处，小月牙轻蔑一笑道，还真是不经试探，我也是为了古族。元江辩解，你看我好骗吗？真把我当5岁小孩啊？小月牙用那天真的眼神看着元江，可元江却不敢再把他当作天真的小孩，这可是他古界的先祖之一，对方所经历的、所见识的，远非他可比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楚风是你邀请来的？元江问。不是，我原本想的也是让周东通过考核，楚风乃是意外之喜。当然，现在来看，
周东根本不够格，也只有楚风有这个机会。小月牙说话间看向楚风，眼中有着一抹毫不掩饰的期待。袁江也随其目光看向楚风，发现楚风额头上的印记正在渐渐与楚风相融，那究竟是什么？真的是祖相附体吗？袁江问。不是，那不过是祖相的一缕力量罢了。小月牙道，你为何要如此玩弄于我？你有何目的？袁江怒声问。拥有叛族之心的人，不就应该被玩弄吗？至于目的，便是得到祖相认可，离开古界。小月牙道。此时袁江表情复杂，很快扑通一声，袁江跪在了半空之上。先祖大人，是我糊涂了，还请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小月牙没有再理会袁江，而是看向古界首领，你们看好了，叛徒要如何对付？话落，小月牙抬起小手，随后猛然一握，砰的一声，那袁江便爆体而亡。抚养其5年之人死了，他却看都没看一眼，而是又取出一颗珠子，这珠子金芒闪烁，同样是无价之宝。他将珠子捏碎，使其融入楚风体内，而原本虚弱的楚风，在那珠子的力量融合之后，便开始有了恢复的迹象。把那白云清带下去，好好疗伤。小月牙道：遵命。尽管自己也是重伤之躯，可是古界首领们对于小月牙的命令却不敢怠慢，而是拖着重伤之躯将白云清搀扶下去进行疗伤。小月牙看着那渐渐恢复的楚风，再度看向了女王大人化作的那团黑色气焰，还是你比较棘手，可一定不要死啊你！小月牙对着女王大人化作的气焰说道。楚风陷入了一个梦境，做了一个极为可怕的梦。突然间，他从噩梦之中惊醒，他发现他躺在一座大殿之内，这正是之前古界之人给他安排休息的寝宫。他的伤势已经完好无损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。那反噬虽然厉害，但没有要了他的命。而小月牙就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，盘着小腿，吃着点心。虽然还是小孩子模样，可此时的他却全然没有了小孩子的天真浪漫，有的尽是老成。醒了，小月牙看向楚风。小月牙，楚风轻声问。他是察觉到了小月牙的变化，感觉不对劲。我不是你心中的小月牙，我是古界先祖之一，我名为古月月。不过你喜欢的话，也可以继续叫我小月牙。小月牙道。楚风眉头皱了皱，他意识到古界发生了变故，但却也没有过多去想，而是赶忙将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。而这一看，楚风顿时整个人僵住了，一种极为不妙之感油然而生，因为界灵空间内没有女王大人的身影。我的女王呢？楚风看向小月牙，楚风猛然站起身来，他的语气都变了，眼中有黑色气焰以及雷霆2种力量逐渐浮现。他想到了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女王大人已经死了。而想到了这个可能之后，楚风便感觉整个灵魂都要被愤怒填满，整个人都要爆炸开来。喂，你冷静点。小月牙眉头微皱，他也是察觉到了情况不对，可下一刻楚风体内还是爆发出了滔天的雷霆。该死！见此情形，小月牙瞬息之间来到了楚风身前，用那只小手按在了楚风的脑袋之上，他在极力压制着楚风就要释放出的雷霆力量。他知道这是血脉暴走。当楚风意识到女王大人可能出事了那一刻，滔天的怒火以及杀意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度，他已然失控了。此时他心中只有2个念头：报仇、杀戮。真是的，你们2个这是干嘛？一个个的都这么的不要命，是在给我表演伟大的爱情吗？小月牙内心感到无语，因为此时楚风的血脉暴走十分汹涌，哪怕是他竟也有些难以压制。楚风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。楚风，你听好了，你的女王还没死呢，你给我冷静一点，你这个样子救不了她，若想救她，就给我冷静下来。小月牙大声吼道。而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，那本难以压制的雷霆力量竟然开始消退，很快彻底消退。楚风也是恢复了正常。楚风瘫坐在床上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。刚刚的事情他也有些记不清了，但却记得小月牙说的女王大人需要他来救。告诉我，女王大人她在哪？我昏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楚风看向小月牙，小月牙说话间张开手掌，刹那间亿万衣物以及乾坤袋还有兵刃从其掌心飘落而出，浮于大殿顶端。那是清月神殿之人所以留，那不会有错，因为上面还残留着清月神殿大军的气息。首先你想杀的人，我替你除掉了。此话说完，小月牙另外一只手掌张开，一团黑色气焰浮现而出，这便是你的女王。她为了救你，强行从你界灵空间内走了出来，并且燃烧了自己的生命。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他已魂飞魄散。此时楚风再度起身，看着那团黑色气焰，感受那微弱的生命气息，他双眼瞬息红润了。楚风可不是爱哭之人，可是此时的他却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父母从小将他丢在九州大陆而不管，而一路走到今日，陪他历经无数磨难之人便是女王大人。这些年来虽也结交无数好友，为好友他虽可不顾性命，可若非要说最在乎的人，于他心中非女王大人莫属。看着女王大人为了他变成这副模样，他心如刀绞。可看着楚风如此心痛的模样，小月牙的嘴角却闪过一抹得逞的微笑。楚风，我也不兜圈子，我能保住他的性命，但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。而想我付出这个代价，你需要为我做一件事。小月牙道，我答应你。楚风立刻应下，没有一丝迟疑，就连小月牙都愣住了，质疑的道：你不问问是什么事，带我去做。楚风道。小月牙笑了，随后楚风周围一阵变化，当他稳住身形之际，已是与小月牙来到另外一座大殿。这座大殿雄伟无比，只是高度便直通天际。可楚风却没有心情去感叹这些，他只注意到大殿的深处有着一尊无比巨大的雕像。这大殿有多高，他便有多高，但他给人的感觉是这大殿原本也无法容纳他。他身居此处，乃是委屈了自己。那巨大的雕像周身气焰涌动，看不清他的轮廓，可楚风还是一眼就认出，这是他最终考核时所见到的那尊雕像。楚风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发现那印记已经不见了，而他也感受不到那小男孩的力量，就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。是被剥夺了吗？楚风对小月牙问。我也不知道。小月牙道。白云清和白姑娘呢？楚风又问。你放心，他们都很安全。小月牙又道。得知他们安全之后，楚风也是松了一口气。说吧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楚风问。小月牙走到那雕像前，施以跪拜之礼。古界族人古月月，感恩大人留我性命，给我重生机会，无不敢忘大人之愿。
今日寻得合适人选，还请大人开启血脉之门。若此人合格，还请大人还我古界族人自由。小月牙此话说完，再度失脸，对着祖像连磕3个响头。而他礼节过后，那神圣的雕像微微颤动，紧接着一道光束自雕像射出，光束飞落而下，而后化作一道通天大门。那大门古老无比，本是关闭状态，可此时正在开启。看到那大门内的景象，楚风也是眉头皱起。那大门内乃无边星空，可那无边星空内没有任何星辰，却是光芒璀璨，无比耀眼。与此同时，充斥着一声声刺耳的咆哮，无数庞然大物在那星空之中，最小的也有一方世界大小，而最大的身躯简直无法估量。那是血脉之力，无数种血脉之力，此时皆化作洪荒猛兽的形态，于那世界之中奔腾咆哮着。那是万道血脉之力，在那世界内，他们拥有着最原始的力量。你进入其中，将承受他们的考验，无边痛楚将席卷你。面对他们，你的肉身会瞬息破碎，灵魂也将碎裂。对胆量、灵魂、毅力都是绝对的考验。有2种方式通过考验，第一种便是经受他们的摧残与折磨，只要你能支撑1炷香的时间，就可以通过考验。而第2种，话到此处，小月牙欲言又止，他笑着摇了摇头，又道：算了，其实没有第2种可能。我实话实说，在你之前，曾有多位天赋过人之辈踏入，无一生还。哪怕是你踏入其中，也多半会死。我知道你体内有守护阵法，但你那守护阵法在这里面没有用处，连释放的机会都没有，你只能靠你自己。小月牙道。楚风又看了看那世界内的情况，面对那些存在，莫说他体内的守护阵法无法释放，就算释放也是无用。之前踏入的人最久撑了多久？楚风问。小月牙有些犹豫，但最终还是道：那些人无一例外，进去之后立刻魂飞魄散。听闻此话，楚风也是眉头皱起，